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韭菜不香。有一个平台让你赌明天的天气，赌特朗普下一条推文会说什么，赌伊朗会不会打美国军舰，赌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慈善舞会上金卡戴珊穿什么牌子。它不是拉斯维加斯的赌场，也不是地下赌盘，它是一家被美国联邦政府批准的合法交易所，估值220亿美元。但《华尔街日报》刚刚做了一份大规模数据分析，结论是将近70%的用户在亏钱，0.1%的账户拿走了67%的利润，普通散户的平均回报率比拉斯维加斯的老虎机还差。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同时也感谢大家的订阅和关注，这是对我们团队持续创作内容的最大鼓励。这家公司叫 Kausher， 2个 MIT 毕业生创办的。掌门人 Tariq Mansour 在加州出生，在黎巴嫩长大，之前在高盛、Palantir 和城堡证券都工作过。联合创始人 Luana Lopez Lara 来自巴西，计算机科学背景，之前在桥水基金和城堡证券工作。两个人在 MIT 念书的时候认识，2018年一起创办了 Kausher。Mansour 之前在 Palantir 做数据分析的经历对他影响很大。他意识到金融市场里有大量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是无法用传统工具对冲的。比如你担心通胀上升，传统做法是买通胀保值债券或者做空特定板块。但如果你只是想简单的表达一个观点，比如我觉得下个月通胀会超过 5%， 没有任何一个简单的方式让你这么做。Kausher 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创办的。Mansour 说过一句话，我们的终极愿景是把所有事情都金融化，把任何一个意见分歧都变成一个可以交易的资产。这句话听起来很疯狂，但他们真的在做。Kausher 的产品很简单，每一个问题都是一个2元合约。比如下个月通胀率会不会超过 5%， 你可以买是也可以买否。合约价格从1美分到99美分，最终结算要么是1美元，要么是0。价格本身就代表了市场对这个事件发生概率的判断。截至今年3月，平台上的合约总交易量超过520亿美元，月度名义交易量将近300亿，同比增长588%，年化收入大约15亿美元。3月份刚完成了10亿美元的融资，估值从110亿翻到了220亿。Sequoia、Andreessen Horowitz、Paradigm 全是投资人。这家公司增长速度快到让所有人都在关注。它跟 Robinhood 合作，让用户直接在 Robinhood 的应用里下注，跟 CNN 和 CNBC 签了合作协议，可能把预测市场的赔率直接放进电视直播里，跟冰球联盟签了官方合作，甚至被南方公园做成了一集动画。Trump Jr. 也在2025年1月加入了 Kausher 做付费顾问，帮他在华盛顿拓展政治关系。近期最火的市场包括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慈善舞会红毯的赌盘，超过75万美元的赌注压在金卡戴珊穿什么牌子和 Lady Gaga 会不会出席。油价市场也很活跃，Kausher 的交易者预测美国油价会超过125美元，还有人在赌最高法院大法官 Thomas 会不会在今年退休，以及耶稣基督会不会在2027年前回来。他最大的竞争对手 Polymarket 走的是另一条路。Polymarket 建立在加密货币区块链上，用户用稳定币交易。他在2024年美国大选期间一战成名，准确预测了选举结果，交易量超过了所有传统民调。今年2月 Polymarket 跟中继交易所签了一笔20亿美元的协议，准备进入受监管的美国市场。Bloomberg 报道说 Polymarket 上有10万个账户亏损超过1000美元，但增长越快，争议越大。华尔街日报分析了160万个 Polymarket 账户和35000个 Kausher 的提及市场合约，结论非常残酷。Polymarket 上 68.8% 的用户亏了钱， 0.1% 的账户拿走了 67% 的总利润，不到2000的账户合计赚了将近5亿美元。普通用户的中位数亏损在1到100美元之间，亏的最多的10%，平均每个人亏了4000美元。
Kausha 的数据也类似，平台自己承认，过去1个月亏钱的用户数量是赚钱用户的 2.9 倍。更要命的是提及市场的数据。华尔街日报分析了 Kausha 35000个已结算的提及市场合约，发现定价为 50% 概率的市合约，实际兑现率只有 40%。普通散户看到一个合约标价50美分，就觉得赢面是一半一半，实际上赢面只有40%。平均下来，压市的散户会亏掉 11% 的本金。拉斯维加斯内华达大学的研究显示，大部分老虎机的平均回报率都比这高。华尔街日报讲了一个故事，一个33岁的前牛排店厨师在 Kausha 上把2000美元变成了41000美元，然后他把全部身家压在了一个问题上，猜一个说唱歌手在脱口秀上会不会说出某个特定的词。这个人之前在奥拜克牛排店当厨师，月收入不到3000美元，他在 Kausha 上赚到的钱相当于他1年多的工资。这种故事被 Kausha 大量用在广告里。 TikTok 上有一个 Kausha 的广告，一个女孩说，我差点付不起房租了，但我通过 Kausha 的预测赚了2年的房租钱。这类广告给普通人传递了一种暗示，任何人都有机会在这里改变命运。但《华尔街日报》的数据告诉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这就是预测市场的本质矛盾。它被包装成金融工具，但用起来更像赌场。监管层面的战争也在升级。Kausha 2020年拿到了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批准，成为合法的衍生品交易所。这意味着它在联邦层面是受监管的金融机构，不是赌博公司。但13个州不同意。亚利桑那州检察长对 Kausha 提起了刑事指控，指控他经营非法赌博和选举赌博。俄亥俄州联邦法官裁定 Kausha 的产品构成赌博，应该归州博彩委员会管。马萨诸塞州法院发了禁令，禁止 Kausha 在该州提供体育合约。内华达州直接禁了它。另一边，联邦层面对 Kausha 相对友好。联邦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帮 Kausha 起诉了亚利桑那州，拿到了临时禁令，阻止州政府的审判。新泽西州的联邦上诉法院裁定，州监管机构不能禁止 Kausha 提供体育合约。联邦说这是金融产品，州说这是赌博。这场战争远没有结束，国会民主党人也在施压。俄勒冈州参议员 Jeff Merkley 带头写了一封信给联邦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要求对预测市场加强监管，禁止选举赌博、军事行动赌博和体育赌博。另一个提案更激进，要求禁止政府官员使用预测市场。传统博彩行业和原住民部落也在起诉 Kausha， 他们的逻辑很简单，你做的就是赌博，但你不交税不拿牌照，这对我们不公平。DraftKings 和 FanDuel 已经开始跟联邦监管下的预测市场交易所合作，准备分一杯羹。内幕交易也是一个定时炸弹。今年3月，全球最大 YouTube 创作者的一名视频编辑被 Kausha 发现利用未公开信息下注。Kausha 同时披露，他们调查了200起疑似内幕交易案件，其中10几起正在进行中。4月份，3名国会候选人因为赌自己选举结果被罚款和停权。更离谱的是，一名美国士兵因为在军事行动前通过 Polymarket 下注赚了40万美元被逮捕。当你可以赌万事万物的时候，内幕信息无处不在。一个知道时装舞会嘉宾名单的经纪人，一个知道新视频发布时间的助理，一个知道军事行动的士兵，任何人都可能变成内幕交易者。Kausha 的联合创始人 Luana Lopes Lara 对《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做了回应。他在社交媒体上写了一句话：人们在预测市场上赚的钱比在体育博彩和股票市场上都多。但他引用的是自家的数据，而且只看了过去1个月。《华尔街日报》的分析覆盖了3年半。曼苏尔的终极愿景是把一切金融化，但金融化的背后有一个不变的规律，在任何一个零和博弈的市场里，信息优势决定一切。专业机构有数据、有算法、有团队，普通散户有什么？一个手机和一种感觉。
这跟股票市场有本质区别。股票市场长期来看是正和博弈，因为企业在创造价值，所有人都可以赚钱。但预测市场是纯粹的零和博弈，你赚的每一分钱都来自另一个人的口袋。在零和博弈里，信息不对称的一方几乎注定会输。预测市场也许真的能帮我们更好地判断未来，但如果你是参与者而不是旁观者，先搞清楚一件事：你是那0.1%还是那68.8%？曼苏尔和 Lopes-Lara 创办 Kalshi 的初衷也许是好的，让普通人能对冲生活中的不确定性，让信息更透明，让真相通过市场机制浮出水面。但当一个厨师把全部身家压在一个说唱歌手的一句话上的时候，这个工具已经离初衷很远了。感谢大家观看，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我是韭菜不香，我们下期再见。